中国极力搞建设，给斯里兰卡债务重组开绿灯，美国却大力搞威慑，谁是和平破坏者，显而易见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自从去年斯里兰卡对外宣布国家破产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已经很低，但债务却高得离谱，居然达到了500亿美元。如此失调的比重，让斯里兰卡的人民连基本生存都成了问题，整个国家哀声一片。作为世界大国，中国并没有袖手旁观，而是鼎力相助。斯里兰卡从发生大规模骚乱到现在，经济遭受了重创，日子很不好过。中方从未停止对斯里兰卡的帮助。就在最近，中方已经给斯里兰卡债务重组开绿灯，同意他们暂缓还债，还拿出了融资支持文件。要知道，中方此举可是帮了斯里兰卡的大忙。有了中国的支持，斯里兰卡的融资才会更加顺利。与此同时，中方也表示会继续为斯里兰卡债务危机做出可持续的贡献。有人吐槽，我们为什么要去救济这样的地方呢？军舰到不了，投资没保证，就连军事基地他们都没让我们驻扎过，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于短视。印度一直将斯里兰卡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只要中国在斯里兰卡有项目和投资，印度就会给出更大的项目和优惠。中国是工业大国，在不发达地区的很多投资项目中，大多采用国内成套设备和技术，连工程机械、施工单位都是中国公司为主。对外投资不仅能控制外汇在合理范围，还带动国内产业和经济，同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。在斯里兰卡的投资也让印度不得不耗费巨大体力和中国竞争。中国明知道斯里兰卡在中印搞平衡，两头捞好处，却乐见印度跟进。印度贸易年年大额赤字，要依靠对外劳务输出和侨汇、外资投资来平衡国际收支。这波操作可谓是叫四两拨千斤，一石多鸟。然而，中国在这边大力搞建设，美国却在那边大力搞威慑。美国要搞一个核威慑磋商机制，加强美日韩三国之间的信息共享。日本和韩国的态度非常积极，十分开心地走进美国的核保护伞。实际上，美国这就是在转移别人的视线，并真正剑指的是中国，因为美国最介意的就是中国。所谓的核保护，不过是美国把日韩核武器运到自己国家的借口。由此可见，谁才是真正的和平破坏者？接下来，中国需要建立更多维度的核防御与核攻击体系。美国完全有可能想一次性解决中国。我们也可以正常的、对等的在美国附近寻求核武部署，核保护国。美国越是成功进行前沿部署，本土越是安全，它最终铤而走险的概率就越大。显然，日韩已经不再自主，逐渐被美国所控制。表面上是两个国家，实际或成为美国的两个海外领土，我们不得不防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